100年前，世界的中心在歐洲。1925年，歐洲列強幾乎統治了全球。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葡萄牙這些國家的旗幟差別亞洲、非洲與美洲。那時候，很多亞洲人甚至相信自己天生不如歐洲人。但100年後，世界變了。今天的歐洲仍然富裕，仍然文明，但俄烏戰爭的爆發，證明歐洲不具備處理地緣政治危機的能力。相反的，亞洲雖然充滿矛盾、衝突與歷史傷痕，卻在過去40多年裡避免了大規模戰爭。這正是 Colossians Think of Peace 這本論文集的倡議。亞洲人能找到和平相處之道嗎？或者更直接地說，亞洲是不是已經發展出一套不同於西方的和平智慧？序言作者馬凱碩指出，戰爭反映的是地緣政治的無能，維持和平才是真本事。他用歐洲與亞洲做對比，歐洲在烏克蘭問題上強調主權、權力與制度選擇，但亞洲更常採取一種務實態度，不是問我有沒有權利這樣做，而是問這樣做的代價是什麼，會不會引發戰爭。他以中國與越南為例，越南曾被中國統治逾1000年，兩國在1979年還爆發戰爭，邊境上長期重兵對峙。但今天，中越之間不止恢復關係，貿易更大幅成長。衝突沒有消失，尤其是南海爭議，可是雙方都清楚，對抗免不了，但也不能不相處。這是一種亞洲式的現實智慧。亞洲人不像歐洲政客那樣假裝天真，也承認衝突存在，但仍然願意尋找合作空間，凍結爭議，保持對話，發展貿易，堅守這3件事，才能福國利民，避免戰爭。這本論文集並不是說亞洲沒有危險，相反的，亞洲有台海問題、南海問題、朝鮮半島、印巴衝突、中印問題、美中競爭，這些都可能引發下一場衝突。正因如此，亞洲人必須學會避戰。21世紀無疑是亞洲人的世紀，如果不能學會管理衝突，經濟崛起也只是曇花一現。21世紀必是亞洲世紀，但前提是區域和平。而在中美博弈的大環境下，再加上亞洲主要經濟體彼此的新仇舊恨，說實話，難度很高。只希望避戰能成為各國之間的共識。本集是論文集的前言，後續將介紹其他文章，敬請期待。